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双面镜，我是文艺。那今天带来的主题是工作运，还有给你们的工作建议。那我们来介绍第一组，第一组呢是榕树牌，第二组呢是猴面包树，第三组呢是樱花牌。那跟以往一样，你们可以选择喜欢的牌或者是牌组，时间不够的话可以按暂停。好，那我们先开始来接选到榕树你们的牌咯，有关你们接下来工作运跟工作建议。然后附近刚好有人在装修的关系，所以等一下如果有噪音的话，就请大家包涵一下。那第一张的话是权杖3，然后权杖侍者，权杖5，宝剑1，唤醒直觉。那个什么生命之轮，然后理解你的灵魂伴侣跟驴子牌，移动一下。上方的是工作运，下方是建议。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张权杖3。基本上，我觉得啦，很多你们过往，力所不及的地方，或者说觉得混乱的地方，或者说会有很多的方向，然后确切来讲也不知道往哪里拓展比较好的人。在接下来应该都会有慢慢收缩可能性的收缩可能性的一个样子出来。就譬如说，我觉得好像走左边也比较好，走右边也比较好，留在现职比较好，转职好像也不错。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方向在纠结，然后别人也给你很多的建议，那你自己本身也不确定到底哪一个是真的自己能做的。那接下来可能越走会越出现一个方向，让你觉得那应该就是往这个地方走。虽然也不是很确定啦，但是踏都踏出去了，那也只好继续做下去。然后这一组的话也会，虽然说还是在讲工作运，但还是会给你个建议。当今天已经被推着走出去，然后你也踏出去那一步了，就不要再回头了。对，去相信自己所选的那一步，或是被推出去走的那一步是对的，是对的。然后当然一刚开始接触到任何新的东西或新的方向啦，可能都还是会有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请要告诉自己说，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跟相信周围愿意帮助你的人。但我没有说你的周围一定都是好人，但是呢，我相信这一组在接下来的工作运上，一定至少有1个人到2个人是很支持陪着你走这个新方向的，即便他们不是跟你共事的人，但是会鼓励你去脱离过往的一些你其实也是很不确定纠结的地方，然后既然你已经选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们也会很支持你去走那个新的方向。我觉得这一组他会有一点像是说，眼前有很多的选项，然后其实有一点茫然的状况。那可是在接下来的工作运当中，工作运我现在大概抓大概3个月左右了，那可能慢慢的你会找到。可能五个可能性变成4个可能性，那变成3个可能性，然后慢慢的收缩，然后好像有一点慢慢回到正轨的感觉。然后呢，权杖王子，接下来也有人脉拓展的机会，可能有一些活动，或者说有人的邀请，对，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去参加的一些社团，那都会帮助你去拓展视野啦。可能到现在为止，你有一种好像被束缚住的感觉，因为也不确定自己到底能完成什么，或者说也不确定自己如果真的想要转型，要往哪个地方去转型。那接下来的话，算是应该会，借由某一个活动或是某一个人来做媒介，然后让你能展开你的第二工作阶段的开始。就是有一个转型啊，有机会有转型啊，这一组。但是这个转型还没有到说，非常确定转型成功，但至少让你踏出去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考虑往新的一个工作方向去走，啊，那所以这一组的话，有机会会出现可以转职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有人抛橄榄枝给你，告诉你说你要不要考虑去哪一家公司，或者说你要不要考虑去跟我朋友聊聊天，或许他会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那又或者说自己肯定参加了一些活动，然后发现了说，也许自己的原来的行业它可以再加入一些不同的因素或不同的要素，然后让自己可以
让自己的事业可以更扩张，或是让自己的产品项目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性。但是它还没有到一个就是非常稳定的阶段啦，它有一点像是刚起头，你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刚踏进去的状况。所以呢，还是会出现蛮多不同的意见跟不稳定的状况。如果说你是跟别人共事的状况，就你们共同参与一个项目，即便你有找到一些新的发想，对吧？那可能周围人也不见得所有人都支持。虽然说我在前面看到有至少1-2个人，他虽然不一定是跟你共事的人，但他们是支持你，并且鼓励你去走走看自己新的方向。但周围可能跟你真正有公事上交集的人，有些是看不太惯你的一些想法，甚至看不太惯你的一个你说话的方式，或者是说你的一些观念的。甚至有些人会认为说你的那种想法就太过天真。或者是说，你根本就是讲了之后，你真的知道怎么做吗？你不觉得你讲的话很不靠谱？你的想法很只是一时之间的解决问题，根本就不是长久之计嘛？就是周围其实还蛮多不能说蛮多，周围应该会有人浇冷水。那当然就会希望你们说可能要扛住了，因为你们自己其实也会觉得蛮辛苦的，然后加上这些人，有些人给你浇冷水，或者说给你背后捅刀。我觉得这一组可能在接下来也是有机会会遇到小人，虽然会有支持你的人，但同时之间也可能会有小人的出现啊，对吧？那就会希望你说，把持住自己的一个心态，对吧？然后可能接下来再面对到一些工作关系。会有觉得说好像蛮辛苦的啦，就是好像光是要维持原状，要维持一般的就是工作关系、一般的项目的原状就已经有一点难受，有一点辛苦了，对，又更何况说要在这么不是那么容易的情况下，又要再开拓出一些新的方向来，对啊，所以这一组接下来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艰难的地方存在了。我不能说就是这一组就是非常非常好，然后完全都没有小人啊。我觉得这一组他可能会还是要注意一下，没有说他们，我并不觉得他们是藏在台面下的小人，这应该就是摆明的，有些会只在台面上跟你作对的，或者是说你可能本身就知道是谁。然后就是给你一些脸色，或者是说拖你后脚啊，这样子，就是他本身已经有一些动作出来了。我并不觉得说他是个台面下的小人，然后你还得去猜。我觉得这可能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吧，就是你不怕背后捅刀，这个比较像是就是纯粹有一些跟你作对的状况会出来。然后呢，宝剑一，但并不是说无法可解啦。我觉得这些人他虽然跟你作对，但是呢，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讲话的态度，或是说你在告诉他们的东西，你有所收敛，你有所保留的话，那基本上他们能伤害到你的地方其实并不多。所以呢，自己要先注意，在接下来的工作运当中，有可能会有。不小心陷入到被别人激怒的状况，就是譬如说，别人可能就是故意扯你后腿，或是给你摆脸色，或是套你的话。那如果你当下没有注意好的话，你就被对方激起来了，或是被对方拐到了，你可能就会讲出一些对你自己不利的话，或者是说，甚至是你会变得好像你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变得好像你才是那一个批判别人的人，变得好像你才是那个拒绝别人，然后不配合的人。就是这一组的话，他比较不是你们故意祸从口出，他有可能是被激怒出来的，或者是说被调出来的状况。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这一组的话，也依旧在接下来至少3个月的工作期当中啦。对于自己要讲出来的话，要三思，然后注意态度，
注意态度，然后在跟别人对话的过程当中，要保留的地方要保留，然后态度上的话也尽可能的不要去跟人家犯冲，对，然后反而是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摆在一些新的想法上，或者说开拓新的人脉上。然后你宁愿跟大家玩在一起，你也不要太过悲到不要进行任何辩论跟批判，然后跟反对，尽可能的不要。对，因为我是觉得啦，你只要越注意人和，不管说你认为他对不对。对，不管你这一组只要越注意人和的话，你任何想做的新的事情跟新的项目会动得更顺利。我觉得，与其是注焦在那一种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的人，你不如注焦在那些真的会支持你的人，他们的意见上。然后呢，接下来给你们的建议，唤醒你的直觉。这个话，我会希望你们完全去尽可能的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注焦在会让你快乐的人事物上，不要一直去注焦在那些跟你就是唱反调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话，接下来会有蛮辛苦的，就是他那蛮辛苦的点是在于你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人，你不得不跟某些就是你会觉得很欠打的人合作，所以甚至会觉得很欠骂，对啊，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你的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你想要有的新的目标，它真的能动得比较顺利的话，维持心情你自己心绪上的稳定，然后和乐的和善的去跟别人互动，是一件对你有帮助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不要本能上的被他们激怒的一些怒火，或者说激怒的，就是被他们激起一些烦躁的心态，对吧？当你被他们用成情绪化的话，就变成说，你自己人一旦在情绪化当中，就有时候很难理智的思考很多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会防范不及。那他们可能还看到你那么情绪化，他反而还幸灾乐祸，然后趁机会还可以拉你，就是拖你一把，或者说。落井下石嘛，对吧？所以尽可能让自己的心绪保持在快乐跟舒服的状态。那当你去面对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的时候，跟你不合的人的时候，或者说有点小人的时候，你反而可以见招拆招啊，对啊。然后呢，生命之轮代表你们的话不用担心，只要第一个你把你该做的责任有做到。第二个，然后你也愿意负起未来开发性的责任，因为这一组的话，接下来应该真的会有机会遇到一些新的方向，但是就是会希望你们不要固步自封，该去闯闯看，该去接触看看的，就去走走看，即便你不确定到底对不对，即便你不确定那个适不适合，你就去走走看，因为我觉得唯有你为你自己的未来负责，然后你的工作运才会整个转起来，就是你要一些新的方向，然后不管说你现在遇到的工作问题，还是说你现在遇到的一些经济的问题，你都要有个心理准备，它得靠你自己来解决，靠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一旦你决定要扛起这个责任，你一旦要决定说往前走的话，自己才是那个可以自己救自己的人，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的话，那基本上你的运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就会开始转起来。那这张牌是说，一旦它转起来，有些事情其实会慢慢的被解决掉，就是它会一件一件的被解决掉了。然后呢，理解你的灵魂伴侣。那这个号，这算是给你一个劝告啊，就是你不用太过去纠结说为什么他们不懂你，或者说你不用去纠结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你，或者说周围人先泼你冷水，不需要。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别人真的不见得懂；你看到的一个商机，别人真的不见得懂。那你去讲给大家听，讲给那么多人知道你的商机。他们认同你，然后呢？你能保证说他们不会抢你的想法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在私底下，就是私底下做出一些，就是对啊，就是抢你的东西嘛，或抢你的想法，你很难保证啊。所以
除非说这个人是你要去找的一个投资商，或者说你要找的一个必须要帮你的人，那你就必须要去说服他，让他明白你的意思，让他明白你做任何事情的一个意义。不然的话，面对到一些可能就是你无法去保证，你跟他们也没多熟，或者你无法去保证说这个人会不会在未来就是真的那么忠诚，那你就没有必要很认真的、很努力的想去让他了解你这个人，就没必要，对吧？然后嘞，驴子牌代表有这一组的话，可能在接下来还是有需要忍让的地方了。那我觉得这个忍让其实是这个忍让，你不要觉得说好像自己好像很委屈，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话，你们有支持你们的人，他虽然不见得可以直接在工作上帮到你，但他这些人支持你的话，能让你鼓足勇气去解决你自己身上需要去开拓的地方，对啊。那我是觉得这一组啦，靠别人靠不住，这组真的靠别人靠不住。有些人可以支持你，但是他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帮助到你去做什么，这一定要靠你自己去解决问题。对，那解决问题之后，其实你后来会发现说，其实这一段期间有些话不该讲，有些话有保留，然后做事情有保留，其实是对你的未来是比较就是能比较顺利的去执行你想执行的事情，然后到后面你也会发现说，低调点真的会比较好。就是在接下来这3个月当中，低调点会比较好。就是你的低调是在面对到你现有的一些，可能在就是工作上的人啊，但是你面对到新认识的人，不用太低调，这是重点哦。你要新开发的人脉跟新开发的项目，还有投资商，你不需要低调。但是面对到你自己原来共事的人，或者是说你合作的人，然后或甚至是有人泼你冷水啊，或者是跟你作对的人，那种人要低调。对，那基本上这就是你只要秉持这一个做法，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一切好像越走越顺利，因为反对你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你其实也没什么威胁性，然后慢慢的帮你就是放下对你的戒心，然后就以为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没做，然后对你就不会有特别的针对性，就针对性会变少，你自己会做的比较顺利一点。然后对于那个新的方向的人事物，你如果很积极的话，那也会让对方给你留下蛮好的印象，就是够真诚，然后想跟你相处这样。然后呢，给你们的建议啦，这个榕树牌，你们抽到的牌，榕树它本身呢就是很茁壮的一个，它需要很多时间来成长，才能成成这个大树。然后它的气根，对吧，也要花很久的时间。它有可能气根如果有好好的照顾的话，气根其实会越来越长，才会被叫做会走路的树啦。所以其实真的茁壮开来你们需要茁壮开来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然后也蛮需要靠自己的，但是一旦你们扎根下来之后，没有什么人可以撼动你，也没有办法让你，就是你不是一个既然长好就不会轻易的萎缩掉的一种树啦，对吧？那所以就会希望你们说，不要去纠结在过去的任何习惯当中，对吧？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越来越茁壮，可这只能靠你们自己。周围人可以支持你，周围人可以偶尔给你浇水，但主要吸收养分的、长气根的人还依旧是你。对，是时候我觉得这张牌是时候该抛弃掉一些你过往的老旧习惯跟老旧的人事物，对，去拓展一些新的习惯跟新的方向，甚至是新的工作项目啊。如果有人想要考虑转职的话，我也不是说不能转职，对，不是说不能转职，但是就会。不要，就是你多了解了。我觉得接下来3个月是处于了解的阶段，多过直接跳。对，除非说橄榄枝已经很明显了，然后你所有的选项当中你就决定说那个是最好的，那你可以去做。不然的话，也是会建议说，接下来3个月当中还是保
保留的态度去面对到原来的工作环境的人事物，然后用期待的眼光去看待未来你想要进行的新的方向。好，基本上这选到第一组全部的解说。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啦，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猴面包树你们的牌咯。有关于你们接下来工作运还有工作建议，然后刚好附近在装修，所以等一下如果有噪音的话，就请你们包涵一下。第一张呢是审判牌，然后力量、圣杯6、钱币9，运用大地力量、地灵、搬家或换城市，还有骆驼牌。上面4张呢是工作运，然后下面4张是工作建议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看工作运，移动一下牌。好，审判牌呢代表的是可能接下来工作运我大概抓1两3个月左右，顶多3个月左右。那可能接下来还是会有一段时间会让你觉得有点不愉快。这个不愉快来自于就有些东西就是没解决，然后有些问题它不断的在重复，然后让你不舒服的可能工作伙伴或者是同事，你还是会让你觉得说不够顺心了。然后不是说自己不想解决，可是就觉得说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它还是回到原点，或者说做了很多的事情，它还是重复再来一遍，就是譬如说，如果工作人际上有问题的话，你可能试着跟他和好，试着摆出好的态度，但是对方好像没有到完全领情。那或者说有些项目呢，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好像自己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但到头来好像还是就是不够满意，或是有点不如意的状况。但是呢，这个重点是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局面，就是你们在纠结或是觉得不舒服或失望的那个状况，它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新的状况。所以过往大概的一些事情，它可能在接下来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后呢，力量牌代表，但我觉得啦，你们都能顺利的解决掉。虽然刚刚讲的那些旧的问题，它还是会再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应该能真的被解决掉。虽然说在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啦，你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力不从心，然后觉得说这次是真的解决掉了吗？然后我真的有办法去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摆平吗？或者把这个人给摆平吗？虽然对自己还是会有一点没有信心啦，但是呢，如果说你们真的有继续花心力，然后保持良好的脾气，然后继续去把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和平的去解决的话，那我是觉得解决几率还挺高，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而且这一组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贵人啦，就是就算要么是这个贵人直接帮你去当调和的那个人，就譬如说你跟有一个人他们关系不好，但是你必须要这个人你才能把工作给做好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第3个人来当成是中间的一个媒合者，然后让你们顺利的把事情给处理好，或者是说顺利的帮你把跟另外一个工作伙伴的关系给调理好，这样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第3方的存在。那又或者是说，你如果就是蛮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到可能。只要你用包容态度去面对到一些可能脾气比较直或比较冲的一些同事的话，那有可能对方会慢慢的去接受你的好意啦，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话，要么是有可能会出现真正可以帮你做中间媒合的人，帮助到你一些东西，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周围就鼓励你的人吧，让你就觉得说。帮你打气，帮你加油，然后让你又能再鼓励自己去解决一些你觉得有一点就是有点麻烦啊，然后有一点失望的事情或是人际关系啦。然后呢，圣杯六代表接下来在一些旧的人事物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譬如说，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开创业务的人的话，那有可能在过往认识的人群当中，有机会冒出一些新的可能性，或者是新的想法。但是这些事情要真的做起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或者是说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才有办法把这个新的可能性给开发出来。对，然后呢，又或者是说，过往的一些可能就像刚刚那个审判牌一样，过往的一些让你觉得比较无力，然后解决起来很麻烦的东西，它也有可能在接下来得到它也不，我觉得得到解决是有可能的啦，或者是看到一些解决的新的方向出来，然后让你自己能稍微再安心一点。我觉得这一组的话，问题虽然没办法一下子解决，但是这一组的人际关系真的还不错，所以很有可能贵人会出现在救人当中。对，但是我觉得这一组呢，救的贵人、新的贵人都有可能会出现，因为钱币九代表有可能会结识到蛮不错，可以帮助到自己工作的人。然后这一组有可能，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的把事情给做好，然后事情解决好，或者说业绩有达到的话，升职加薪也是有可能的。那或者说被提拔到一个更好的，也许不会真的是加薪啦，或者升职，但有可能会被提拔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工作团队去，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一组有可能有旧的贵人，但同时间也有可能新的贵人会出现，结识到新的贵人，然后甚至把你拉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他不见得会直接帮助到你，也许他只是欣赏你的工作能力，愿意把可以帮助到你生意上的人，或者是可以帮助到你工作上的人给介绍给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话，接下来工作还算是蛮值得期待的。虽然说起头还是就是依照现在的状况，可能还有一些东西会让你继续纠结，但是在后续快要走到3个月，好像有蛮多东西可以，有些事情可以得到和平的解决啦。和平的解决，不能说你会100%的满意，但至少和平的解决掉，然后让你觉得就是可以顺利的放松下来一阵子啦。然后一些麻烦的话，也有机会因为救人的关系，或者是说在自己放松的时候，或者去找老朋友玩，或是回老家的时候，想到一些新的解决方式去解决啦。对，然后而且这一组的话，只要工作上有踏实的付出，不要走小路，不要超捷径，有踏实的付出，踏实的去认识人，把业绩做到位，把义务做尽的话，基本上你只要有做，就有开花结果。你只要有业绩，就会有就是分红利啊，或者是说就有人会欣赏你的那个工作态度啦。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其实接下来的工作是算不错的，我觉得算不错啦。就是至少你不会有那一种好像我做了然后都没什么报酬，然后我做了好像白费工这样子。对，而且这组真的我会建议你啦，就是用实力去认识人。热情倒是不必了啦，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话，你们真正会崭露头角的地方，应该是你们的能力，还有你们对很多事情负责任的态度，跟你们把工作看得比人情还重的这件事情会被人家，就是会接下来被某些人给看中。然后呢，再来给你们建议，运用大地力量这一组的话呢，有几个可能。如果说你们本身是开拓型的一个工作产业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们就是开始可以考虑在不同的城市找寻有没有更新的可以帮助你工作的一个意义性。譬如说可能这个城市它可以帮你找到更多的材料，那另外一个城市可以帮助你找到更多的一个工人，然后再下一个城市可以帮你找到更多的客户。那会在接下来会建议你去拓展在各个地方你不同的长处，或者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没有说这个每个地方你都一定要立刻的去有任何的动作，但是会建议你说先去了解在当地，或者说在任何一个城市对你的怎么讲？对你的好处在哪里啦？然后你能运用的一个利益在哪里？这样子。然后呢，地灵牌代表的是，这一组的话，接下来应该会有
一定的金钱进账啦。所以如果是做生意的人的话，那应该在接下来3个月会有单子进来，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证说他那个单子一定很大，但是至少会让你说有赚到钱啦。然后有些的话是你们在过往就已经有在做的项目的话，也许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也有可能会就是该入账的地方有入账啊，或者是说，你会看得到它有进步，就是你们在做的一个项目或投资它有进步跟成长。对，那再就是说会建议你们，可以多花点心思在，如果说你们有在盖办公室，或是说要整修的话，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在这个地方上。或者是说，我会觉得啦，多花一点心思在你们的工作场合，就譬如说多买一些咖啡给大家喝啊，然后请大家吃饭啊，或者是说多组织一些公司活动啊，这样也许都会帮助你们在一个工作团体当中的稳定度增加，而且也许可以在办活动或是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些意外的人的赏识，或跟某些人牵上线说不定。所以对于你们工作地点的一个经营，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做出一些小的努力。没有说你要把所有重心摆在那边去啊，但是你可以考虑往这个方向去做。对，然后如果说你们是要接待客户的话，或者说要跟客户有任何的交流的话，我都会建议你们去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高级的，不能说稍微有一点点让客户觉得说有一点，突然间找不到那个词怎么形容品质有一点品质的场所去互动会比较好。然后该送礼物的时候送一点小礼物。然后呢，搬家跟换城市，那这一组的话，没有说你们一定要现在就是接下来3个月一定要有所行动啦。但是呢，真的可以考虑说，有转职人可以真的考虑转职啦。但不用说要在接下来3个月一定要转职，只是说有考虑的人可以开始去慢慢找找看。然后或者是说已经有人在想要考虑就是调离单位的话，也可以去物色一下跟了解一下你想要调离的那个地方它的状况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如果想要改变你们的一个工作运，或者是说想要提升自己的一个工作运的话，换场所，或者是说去旅游，或者是说去拜访异地的朋友，都有可能会给你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工作帮助。对，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搬家啦，对吧？当然有考虑的人就是可以再物色，但没有说一定要搬家，只是说跳脱现在自己原来的这个生活圈跟工作圈，然后去拜访一些其他人或是异地的厂商，其实对你们说不定会有帮助啦。对，不会说一下子改变现状，但是也许对你们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帮助。然后呢，骆驼牌代表的是，会希望说你们可能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第一个，要么就是跟有些人相处不来那种感觉还是会在啦，那当然就会希望你们稍微忍一下，因为也许忍一段时间之后，后面会有出现意外的一个机会，让你们可以跟对方解除误会，或至少说相处的比较稍微和一点这样子。对，忍一下啦，因为也许忍了之后，项目过了之后，就是你不会给自己树立莫名其妙的敌人啊。然后呢，再第二个，有可能在你们想要去解决事情的时候，或学习一些新的项目的时候，会遇到可能学的不是很顺利，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好像做的没有到非常顺利的那种状况，那就会希望说你们给自己点耐心，啦，然后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对，然后踏
踏实的去做事情的话，我是觉得啦，应该最后都会有好的消息出来。就譬如说，你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那可能一刚开始学的样子，就让自己说觉得好像学的不是很快，然后是不是自己头脑不好，还有自己是不是没天分，那就会希望说你们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啦。然后，因为凡事起头难。但只要你有真的努力的去将每天都有去学习，然后都有去复习，甚至是技术有去打磨的话，那基本上啦，后面都应该会迎来一些好的结果，对吧？然后再来说，要不然就是说有想要认识的人，那发现说好像有点搭不上线，但基本上我会觉得多给自己点时间跟耐心，再去多跟对方接触一下，不要太过热情。而是用踏实跟缓慢，让对方是真的欣赏你的能力跟欣赏你的踏实度，建立上的那个关系才会真正对你的工作上有利的。对，所以不要用提醒自己说不要用浮夸的态度去面对到你想要接触的人，而是要用真的比较踏实跟真诚的样子，跟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搭上你想要搭上线的可能的贵人。对，然后呢，给你们建议猴面包树。猴面包树基本上是说，不要把自己搞得好像一天到晚都在打仗的感觉啦，对吧？那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或者是说想要转换跑道的事情，或者说想要调离单位的事情，对吧？都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打算。对，不是说不能做，但是就会希望说，不要是抱持的那一种，好像工作就是一个打仗，或者是说学习就是一个打仗，然后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绩效，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才是对得起自己，或对得起你想要对得起的某个人，对，或某个上司，这样不需要，给自己一点。放松的心情跟放松的机会啦，然后适当的去，有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或者是说去异地旅游一下，或拜访一些老朋友，或许都会给你带来一些，除了让你放松一下，也带给你一些意外的帮助，也说不定。好啦，基本上这是你第二组的解说啦，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咯，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樱花你们的牌咯。有关于你们接下来工作运还有工作建议，然后因为附近刚好在装修的关系，所以等一下如果噪音的话就请你们包涵一下。第一张呢是权杖八、节制牌、钱币王子、圣杯八、思想风雨、大地祖母、感情上瘾跟蛇牌。下面的4张是工作建议，上面的4张是工作运。好，第一张呢是权杖八。我觉得啦，估计接下来应该蛮快就会有一些好消息出现的。有人呢可能会被外派，有人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好的工作伙伴，有人会迎来好的工作消息。那或者是说，你一直想要合作的关系，可能真的有合作机会到来啦。我觉得这一组应该接下来。你抓大概3个月左右，应该会有工作上的好消息到来，或大或小都有啦。对，然后会让你蛮开心的，而且原来有一些是原来你以为会不好的东西，结果呢好像不会不好，好像没有变不好，就是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侥幸啦，就是本来以为说他可能就砸锅这样，就发现其实没有砸锅，好像其实意外的大家好像蛮喜欢的这样，就是。这一组应该就是会有好消息到来，蛮值得期待的，我觉得。然后呢，要跟谁互动，基本上都蛮有机会的。那你或者是说你想要去争取一些项目啦，或者是说想要去进行工作面试的人，我觉得在接下来3个月应该都是蛮好的机会，真的可以多去试试看。对啊，然后而且如果说是关于一些海外的啊，或者说异地的啊，或者说不同领域的一些工作机会，真的在接下来3个月都可以把握去接触看看，或者说承接看看。然后呢，节制牌代表，而且接下来虽然说忙归忙，但是呢，看起来你们还是可以有休息的时候啦，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迎来一些特休，或者是说突然之间公司要放假，或者是刚好突然在接下来3个月有些东西告了一段落，
那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阵子，或公司开始有比较放松的一个，公司上可能有些比较松的制度出现这样子，或者是说因为结识了，或者说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伙伴，让你工作起来能比较轻松一点，就边工作边聊天，或边工作边交朋友的那种概念这样。那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在工作上我是觉得啦，蛮乐于，要么就是你们自己本身就蛮乐于帮助别人的，不然的话就是你们如果说是一个做事情蛮实事求是的人的话，我是觉得接下来也许会遇到一个配合度蛮高的工作伙伴，或者说在工作上可能会遇到蛮愿意帮你的一个人的。可他的帮你会比较像是包容你，然后关心你，或者是说告诉你要好好休息这样子，或者是说帮你承担一些负担啊，对吧？当然他没有办法帮你做的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帮你做的非常完全，但至少会让你有一些真的很累的时候可以休息的机会。然后呢，钱币王子基本上说这边有2个可能，第一个，要么你们会出现一个后辈，然后向你们学习。然后你基本上也蛮看好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蛮成熟，就是蛮聪明的，然后也蛮愿意学习的，也蛮谦虚的。虽然有时候有点呆，就是他可能有时候会固执在一些想法上，但基本上都蛮听得进去你告诉他的事情的这样。然后要么就是说你们会出现一个前辈，对吧？就是可能你们要向他学习，然后他本身就这个前辈，他本身会让你觉得还蛮，有时候虽然说讲的话有一点冰冷，或者是说刚开始看到就觉得他好像有点臭脸这样，但是就觉得说，好像确实他身上有自己学习的地方，值得自己学习跟值得自己效仿的地方，所以就你们可能就会向这个人学习，所以有机会会出现后辈向你学习，或是你会向前辈学习的状况。但我觉得都是对你们有帮助的，不管说你是教别人的那个人，还是你是学习的人，因为你要么就得到一个有力的助手，你要么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导师。对，然后这一组的话也有机会在接下来继承某个项目，或者是说得到某个人给的一个工作机会。然后呢，圣杯八代表，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在接下来3个月工作上是真的会有新的方向出来啦。这个跟第一组的不太一样，第一组他去拓展开来，但这一组的话应该是已经有一些，应该就确切的会有个新的机会出来，或新的一个轨道出来，然后让你就真的有考虑要往那个新的方向走了。对，所以这一组的话，转职调职，然后转项目，或者是说转组别、转部门，都有蛮大的可能性的。而且你们这个不是自己被逼迫要走的，而是你们自己选择希望可以走，或者是说希望可以换得一个更好的工作阶段。我觉得你们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就是有些人可能就会，我觉得这一组的看官们，就算有了一些好的工作机会或跳板啊，也有可能会因为某些习惯性或是人际关系的缘故啊，纠结要不要去拿下新的机会啦，好不好？但我觉得总体而言，接下来3个月都蛮值得期待的这一组的工作运，对吧？那当然有一些我不能说完全都不会有一些让你心烦的事情出来，但是我觉得并不多啦。因为我觉得就算有出现一些让你心烦的事情或心烦的工作上人际关系，基本上如果你真的选择要走新的方向的话，那个就很快就可以斩掉了，只是你要不要的问题。然后呢，接下来给你们建议的话，思想丰腴这张牌是说向前看齐啦，向你自己的未来工作、人际工作的展望看齐啦。对，有些东西呢，你留着基本上对你未来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或者说有些职位你留着真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那该拒绝的、该离席的，就其实说真的可以去做，不要碍于人情说碍于人情，所以就有点优柔寡断。
不需要啦，还是会希望你们还是为自己着想多一点，为自己以后的金钱着想多一点，然后为自己未来的工作技术再着想一点。这样。然后呢，大地祖母代表，不要觉得好像自己在做任何的工作计划都要去顾虑到别人啦。但我不是让你们自私啊，就是也不用到自私这么夸张。但是你如果为自己的未来是有打算的，譬如说你20岁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30岁、40岁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你还有什么家庭要照顾啊，或者说你未来想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生活啊，如果你对你自己的未来本身就有一定的计划度的话，就不要因为现在周围的一些事情或人，对，去干涉了你想要往前进，按照你的计划走的脚步。然后呢，感情上瘾的话是说不要去顾虑到人情啦。就算有一些公司你可能待了很久，或者有些部门你待了很久，那你基本上已经有感情了，然后你也耕耘了很久，或者说大家也很依赖你，大家都想要挽留你，但你还是要为你自己着想啊，对吧？如果待在一个地方，你只是一直在照顾别人的话，那基本上你光是要忙着别人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更往你自己原来的人生规划去走。所以嘞，不要让人际关系变成是帮助你发展的一个工作发展或经济发展的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它也不是说是缺点啊，我觉得重情也不是件坏事，但除非你觉得说适当的为这些人着想，你还是能拥有。你还是能继续朝你自己原来的人生规划走，然后你还是可以达到你自己的经济工作目标的话，那当然没关系。可是如果说你因为要照顾这些人，因为要帮助这些人，或者说管理好他们，然后就变成你自己的前进脚步会被拖到的话，那我就会觉得适当就好了，适时的要放手，或者适时的要去脱离一下这样子。然后蛇牌基本上是说该蜕变的就蜕变了，不要安于现状了。我觉得这一组的话是真的很有机会可以再继续往上爬，或者说可以再做得更好，或做得更多，或是赚到更多的钱。不管说你有没有继续待在现职，就算你要待在现职，也是觉得说你应该可以把现在这个职位做得更好，或者是说做得更大，或者说把你如果是个主管，你可以把你下面的部门，或者说把你下面的这个绩效，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就是你要不要大动作去做的，就是要不要大动作去执行的问题，对啊，我没有说你一定要说做出什么很剧烈的一个变化，也没有这么说，但只是说接下来3个月有机会会出现一些事情，对，可以让你为自己考虑一下，是继续还是要改变，是要留还是走，是要安于现状，还是要为自己的未来再踏出去一步，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发展性。接下来可能3个月还是会有这样的机会出现，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帮手或是一个导师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或是多指了一条明路给你，都有可能。但就是主要是看你们自己本身，你个人发展，还有你原来的培养的工作状况，你要怎么去抉择它的比重，顺位在哪里啦？樱花牌代表就是，那你不用想这么复杂啦，就纯粹你就是去想着自己的未来，你打算10年之后的你在哪里就好。对，然后或者你可以不要想那么远啊，5年之后的你想在哪里？5年之后的你的生活想在哪里？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那你要怎么去抉择了。我觉得这一组的话，没有急于抉择、急于要判断的那个，就是没有说一定要逼着你上架、逼着你去做抉择，但是你始终要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近未来，都陆陆续续会有，时不时就会冒出你需要去做决定的那种状况，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更进一步，在该工作还有经济上的再更进一步。
啊。那当然就是由你自己来判断了，到底就是你在5年之后，你想要把原来照顾的这个工作项目做得更好，那你就选择留下，然后选择去精进它。那如果你是想要觉得你可以跳板，可以跳得更远，你想要把自己就是变得个人的事业变得更大，那你就选择去跳，这样就是简单一点去想说，你接下来5年之后，你希望自己的样子是什么。好了，基本上这是第3组全部的解说啦。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拜拜。好，基本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解说啦。希望今天的解说有帮助到大家，那就希望大家的工作顺顺利利，然后稳步前进。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